再见了，瑶瑶。小破，你脚下站的这个地方会建一个超级大的八音盒，就和这个一样。我妈妈是一个很优秀的设计师，昨天电视上还放了她的新闻。妈妈，刘震，你涉嫌重大安全事故罪、挪用资金罪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 瑶瑶，妈妈，这10年来我过得很好。姓安的私自伪造账户，伙同他人陷害尤震，搞得人家家破人亡，这些罪名加起来够判你个无期的了。你听好了，尤震当年就斗不过我，就凭你。 妈妈，我来找你了。高珊珊为什么来找他？齐格格我早有耳闻，他是唯一一个获得法国 NDA 建筑设计金奖的华人，会展中心事关星耀的继承人人选，而齐格格这样一位顶级设计师，能助他拿下这个项目。这么说来，高珊珊和东哥竞争的关键在于齐格格。哎，来了！好戏开场。 他就是齐格格。我们这些最顶级的建筑公司的猎头，全都是为齐小姐来的。齐小姐，我们可以一直都在等你啊。酒准备好了，我们猎头啊，都在等着齐小姐帮我们挑选未来的后起之秀呢。哦，想起来了，他是今年最年轻的评委。他为什么放一杯红酒啊？这证明这个设计师的作品啊还不错，但就像这个红酒一样，还需要珍藏和发酵几年。这个作品他看了这么久，肯定不错吧？哇，居然是香槟啊！这就意味着这位设计师啊可以提前庆祝了。这杯可乐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真替这位同学感到悲哀啊！齐小姐的意思是让这位设计师以后远离设计行业，做个快乐的肥宅。齐格格，齐小姐。
谢谢。你的眼睛，一场意外，但我听你的声音，却有种熟悉感。熟悉。或许我们有缘能成为伙伴。这款鞋被称为时代的眼泪，没想到齐小姐你这么怀旧。不过这双鞋，似乎不太合脚。只剩下一双的经典款，就算不合脚，也得拿下。我和齐小姐一样，但凡是看中的东西，一定不会放过。所以今天，哪个作品是你看中的？我看中的不是作品，而是你。忘了做自我介绍了，宁海市星空公司总裁，齐东。宁海，我只听说过星耀，可没听过星空。我相信，只要齐小姐加入我们星空，星空很快就会在业内名声大噪的。那就抱歉了，我选合作方和选鞋子一样，只喜欢经典款。经典款是过去式，创新才是未来式。经典之所以经典，是因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。不像所谓的创新，看起来夺人眼球，实则只是一时的风头，很快就会被淘汰了，对吧，大哥？如果想要走得更远，合脚似乎比经典更重要，否则就会像齐小姐方才那样，一不留神摔了。二位是？哦，星耀集团副总高珊珊，齐东是我未婚妻的哥哥。你就是3年内为星耀收复华南市场的高总。如果学妹能够加入星耀，我相信用不了3年，星耀就能重新成为全国建筑行业的排头兵。对我这么有信心啊？当然，毕竟你我师出同门，都毕业于卢米尼，我相信学妹的眼光。容我考虑一下。大哥眼睛不方便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你的墨镜。替我扔了吧。你们要做什么？用一杯可乐就判人死刑的感觉，一定很爽吧？啊？爽不爽啊？爽不爽啊？我也想感受感受。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姑娘，算什么事儿？滚开！这和你没关系。一个瞎子还想英雄救美，今天我就废了你！你自己闪开点！过来！小心！跟我走！
人呢？人呢？我来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。你一直在跟踪我。齐小姐就是这么感谢自己救命恩人的吗？巧了，看来齐总和高珊珊想的一样。我和她不一样。哦？我想要的，就一定会得到；得不到的，就把它毁掉。谢谢。高珊珊开出的条件很好，给我一个拒绝她的理由。待我掌管星耀之后，我可以给你星耀的干果。齐总打算给我多少？让我猜一猜啊，高珊珊是不是答应你，助她掌权星耀之后，给你10%的股份？再多一点点。我可以给你 double。30%。齐总是打算让我成为星耀的女主人？你知道，要想成为星耀的女主人，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？我这个人并不喜欢女人太主动，但是你的魄力，我很欣赏。所以，齐总承诺的还作数吗？明天一早，跟我回宁海。那就预祝合作愉快。干得不错，谢了，破姐。拜拜。怎么样了，小破？悠悠姐，事情都办好了，你那边呢？放心，鱼已咬钩。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，祁东做梦都想不到，自己才是那个猎物。不过悠悠姐，你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，不对祁东下手，反倒与他予以合作了？祁东虽然把自己训练的与常人无异，但我查他的病历，治疗并不理想。他是真侠，也不会想到我能活下来。所以，与其打草惊蛇，倒不如踩着他这颗垫脚石，登堂入室。
我懂了，安国轩现在是半隐退状态，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，可以利用祁东进入安家，接近安国轩。没错。不过祁东这只狐狸疑心很重，若是单刀直入，定会被他怀疑目的不纯。所以悠悠姐就利用鹬蚌相争，借由高珊珊引起祁东的注意，再设计英雄救美，请君入瓮。等我上位之后，再将他彻底铲除，那可比现在杀了他有趣多了。太狠了，我喜欢。前奏而已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妈妈，我终于回来了。站住！你是？我的未婚妻，祁格格。祁总，十四啊，当年我抓到了你贪污的证据，你不是已经被安国轩赶出宁海了吗？怎么，现在突然又跑回来了？安董消气了，可怜我，让我回来做管家。啊，既然选择回来做狗啊，可就不要有什么其他的心思了。当狗，也要当一只合格的看门狗。那。你可得好好保护我未婚妻的安全了，毕竟啊，她也算是你的半个主人。明白。今天是您母亲的忌日，安董让我过来送花。我母亲喜欢非常多种花，唯独不喜欢洋甘菊的味道。安国轩这是送花给我母亲的，还是送花给我看的？安董的意思，14不敢揣测。祁小姐既然是祁总的未婚妻，那今晚的家宴，你一定会参加吧？当然。祁总，今天应该打黑领带。
现在赶紧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自然是为你而来，因为我从不打无准备的仗。继续。我一直很好奇，堂堂星耀集团的太子爷，为何会变成一个不受重用的瞎子？一查才知道，竟然是被一个女孩给弄瞎的。而那个叫悠悠的女孩，不久之后就死了。不会是你杀的吧？看来你功课没少做。看来我猜对了。是又如何？怎么，害怕成为第二个悠悠啊？不，我比他聪明，我知道该如何选择。看来你对新身份还挺满意啊。当然满意，未婚妻这个身份，才能更好地接近安国轩，助齐总成为星耀未来的主人。今晚的家宴，希望你好好配合我，好好表现。你怎么了？我在想，住在这个宅子里的会是什么样的人？从现在开始，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。只要你露出一丁点的破绽，他们就会像秃鹫一样，将你大卸八块，分而食之。所以，时刻牢记自己的角色，不能有半点的松懈。放心，我绝不会把今晚的家宴变成最后的晚餐。齐总，齐小姐，里面请。你来干什么？就这样欢迎你哥？我姓安，你姓齐，我俩根本不是一家人。再说，一个瞎子回来干什么？我眼瞎，你腿瘸，你不觉得我们就像天生一对的好兄妹吗？你是谁啊？齐格格，我的未婚妻。叫嫂子吧。大哥许久不回来吃饭，刚回来就带来如此劲爆的消息。我这个人吧，做事可是非常有效率的，不像你，订婚宴都不去，非要跑去个海州，到最后还扑了个空。你们在海州见过？我去海州设计展找新的设计师，好巧不巧碰到了大哥，和大嫂第一次见面。妹夫年纪轻轻，怎么记忆力不太好的样子啊？我明明记得是你亲手把名片送到格格手里的，对吧？没错，学长去海州三顾茅庐，
就是为了找我。他希望我能加入星耀，只可惜我没兴趣。学长，特别巧，我和齐小姐啊，都毕业于卢米尼设计建筑学院。更巧的是，还是同门师兄妹。齐东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我不过是想提醒我亲爱的妹妹，管好你的未婚夫。我和珊珊的感情用不着你指手画脚。也和你妈一样，居心叵测，为了上位不择手段。静静，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许这么没礼貌。安叔叔好。我听14说了，你们下飞机后就去祭拜了祁东的妈妈。好，行了，先吃饭吧。吃饭吧。不去。小姐说她心情不好，就不下来吃饭了。多大了还闹小孩子脾气？你说，这样吧，你给他备份饭菜，送到楼上去。是。见笑了啊，就这一个女儿宠坏了。都怪我。本来这次去海州是邀请齐小姐加入星耀做首席设计师的，结果事没办成，还让静静误会了。不过却促成了大哥和齐小姐的良缘。对了，你们认识好像才3天吧？恨一个人啊，需要一辈子；但爱上一个人，一瞬间就够了。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来，从认识你的那一天，从你勾起我手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，我这辈子注定会被你套牢。所以为了避免你从我手中溜走，我得先下手为强，亲手为你戴上戒指，把你牢牢套住。齐小姐好本事啊，短短几天就让我这个儿子铁树开花。你可是他第一次带回家的女人。不过，齐小姐，我怎么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呢？或许是因为我们本就有缘成为一家人。说得好啊，既然是一家人，齐小姐能分享一下你怎么和我儿子在一起的？我在海州做评委的时候，有一个学生对我蓄意报复，是祁东出现救下了我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，我的往后余生都属于他。好一出英雄救美！不过，太巧了，莫非大哥一直在跟踪齐小姐？对啊，我对格格就是蓄谋已久，不像你，
求而不得。看来齐小姐的出现，让我这个儿子和女婿啊，是针锋相对了。不过他俩心知肚明，最让他俩不安的，还是会展中心的项目。哎，齐小姐，你说他们两个，谁会拿下项目呢？安叔叔，您想问的是，祁东和高珊珊，谁能拿下星耀的继承权吧？这几年呢，我身体是越来越差了。在外面呢，有很多星耀的传言，我呢也是想听听不同的声音，兼听则明嘛。表面上是星耀继承权的争夺，实则是这些年星耀的经营困境，销售断崖式下降。星耀急需一场变革，刮骨疗毒。所以谁能带领星耀杀出重围，绝地反击？谁可不就是星耀未来的掌舵人吗？好一个杀出重围、绝地反击啊！齐小姐，果然是秀外慧中，怪不得他们两个都想把你纳入麾下。齐小姐，我的部门随时欢迎你的加入。你还真的是百折不挠啊！你们两个呀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不如把针锋相对这个劲儿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。多久没陪我下棋了？珊珊，下棋，吃饭。今早在墓地，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吧？没错。你之所以没有揭发我的身份，是因为你想往下看，看我有没有本事走下去。现在看来，我眼光还不错。费尽千辛万苦回到安家，为了复仇吧？因为你恨，你痛恨祁东揭发你贪污项目款，更痛恨你忠心耿耿10年的主子安国轩让你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被赶出了宁海。你别自作聪明，我随时都可以揭发你的身份。3年前，你和一个富家女相爱，你想带她私奔，可是安国轩将你赶出了宁海，棒打鸳鸯。你再回来的时候，那个女孩就死了。想不到，你还是个情种。你想怎么样？既然我们都有秘密，目标又一致，不如你我2人联手。合作的事我会考虑的，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。祁东虽然眼瞎了，但他心没瞎。你一直潜伏在他身边，不怕有一天他发现你的真实身份吗？有人，祁东，
刚才去哪儿了？你是在担心我吗？不过，我发现这房子好像有鬼。你害怕鬼啊？有时候，人比鬼可怕多了。那你怕我吗？你好像很享受人鬼共舞啊。尤其是和你。这次见齐总，他的行动越来越敏锐了，真不知道在背后付出了多大的努力。我这个儿子的确不简单呐。还有，查一下这个齐格格。是。我说了不吃，都给我拿走！不吃就不吃，瘦了过2天穿婚纱更漂亮。不要穿婚纱，我不要结婚！你跟那个齐哥哥都给我滚！珊珊，齐格格这种女人，不过就是一颗用过就废的棋子，而你跟她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我的世界只有你。祁东在安国轩面前向我求婚了。东哥，你求婚是认真的吗？我就觉得你对悠悠不一般。祁东这个疯子居然想出这一招。不过我对我这个未婚夫倒是有点兴趣了。我这5年的努力总算是没有白费。今晚我正式进入了安家。那咱们下一步的计划是？联手高珊珊，把祁东踢出局。安小姐，我们已经等您很久了。店里新到的几款由顶级设计师设计的婚纱，您过目。珊珊，你帮我挑一件吧。好，请。这款怎么样？这款也太素了吧！我还是喜欢有设计一点的，不灵不灵的。我记得你们店有一款设计师手工款。你眼光可太好了，那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。那我带您过去。好，等我一下。这边。学长，
我选的这件婚纱怎么样？学妹的品味果然跟我很像，只是想不到学妹这么快就拿下祁东，成为我的大嫂了。我说过，她只是我送给你的开胃菜。学妹准备怎么送上这一道开胃菜呢？我会加入星空，亲自操刀会展中心，假意帮他拿下项目，关键时刻釜底抽薪。届时，学长便能坐享其成了。说的我都迫不及待了。心急，可吃不了热豆腐。你说我怎么能不着急呢？静静，好，我马上来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自然是给齐格格选婚纱来了。怎么，只允许你结婚，不允许我订婚啊？没有，是你走错了，这里是更衣群。哦，是吗？完了，齐格格具体3围尺寸，我给忘记了。要不给他打个电话吧。打给……啊，算了，我自己都忘记了。今天我让他交给我会展中心的设计初稿，估计他在忙，下次让他一起陪我来逛逛就得了。你慢慢挑吧。对了，记住，千万别瞎挑。我妹妹那个脾气啊，发起火来，后果很严重。大哥慢走。齐总好。看见齐格格了吗？没注意啊。正式入职的第1天，还适应吗？慑于齐总的淫威，同事们都对我很友好。那我希望你不要因此恃宠而骄。方案呢？
这个方案，屋顶以鞋类构架覆盖，玻璃打造的透明空间，横跨了整栋建筑，模糊了室内与室外的界限。届时搭配上独特的灯光设计，完美契合了会展中心主打慵懒神秘的半透明风格。不知道齐总可还满意？你应该去问招标会主席符总，他是否会满意。设计方案的好坏，他并不在意。对付符总，还需对症下药。没想到，齐小姐还是个老中医。老中医可算不上，但是治你，绝对是足够了。说吧，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？宁海市非职业击剑大赛，齐总应该听说过吧？你是想参加这个比赛？没错，符总就是赞助商之一，他可是个骨灰级击剑粉，这些年也赞助了不少业余剑手出赛，但最好的成绩仅仅止步于16强，他符16郎的名号也是因此而来。我在想，倘若有人能帮他一雪前耻，会展中心项目即便不是10拿9稳，也能站个近水楼台吧。看来齐小姐对于自己的击剑水平很有信心。击剑是讲究速度、准度和爆发力的运动。我通过听声辨位来跟你比一场，想赢就拿出你全部的实力。你没事吧？我看你不是瞎了，是眼睛长其他地方了。有些事情不用看，要用心。我去，这大哥也太狠了吧！他就是个疯子，他已经有所收敛了。我觉得他就是借机报复，该不会是上次在婚纱店，他其实已经发现你和高珊珊密会了吧？照你这么说，那就和我怀疑的一样，他一直在跟我演戏，他装瞎。小友，你应该猜到了吧？
不管在你眼里我现在是怎样的恶人，你终究会明白我的。最近确实有进步，但是远远不够。如果你连我这样一个瞎子都打不赢的话，怎么拿下福总？更别说成为星耀的主人。咱们的合作也就这么结束吧。东哥，你明知道齐格格就是游游，他还暗中勾搭高珊珊，你不拆穿他，你还把他留在身边干嘛呀？拆穿？现在还不到时候。你我二人联手，东哥，游游还搭着14呢，这事儿我自有安排。悠悠姐，你看这个，14出车祸意外身亡，石沉大海。他和5年前一样，心狠手辣，但我已经不是5年前的悠悠了。来啊！这个女人能在5年前那么极端的环境中活下来，卧薪尝胆酝酿复仇，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。眼下我们只要拿下会展中心，就可以将高珊珊这颗眼中钉给彻底拔掉。我绝不会把悠悠让给任何人。
你还有5分钟的时间。5分钟做什么？化妆洗漱，迎接我准备给你的大餐。怎么不吃啊？不合胃口吗？瞎子做饭也能吃。不过我还是很好奇，你大费周章做这一桌子菜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为了奖励你啊！奖励我？奖励你通过了考核，有资格去参加女子佩剑组的比赛了。那麻烦你再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要带我来你家？听你这意思是，你希望昨天晚上去的是你家？首先，作为我的未婚妻一直不来我家住，不妥当吧？其次，带你来，就是来带你特训的。特训？就在这儿啊？昨天你因为压力大，还有贫血而晕倒，你需要补铁，否则以你现在的体能，根本冲不过3回。那就不好意思了，我可不是肉食动物。人类啊，自从石器时代开始，就是超级的肉食动物。人一旦饿到了极点，不但会找肉吃，甚至还会吃人。而你如果想要战胜你的对手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吃掉他的肉体，将它融于你的血肉，让他的力量填满你。快吃吧，这是你的必修课之一，改善体质。14的笔，你把它怎么了？怎么？你该不会以为我把14给杀了，还把它分尸，然后把它给煮了吧？你杀的？警察现在就来抓你。开门看看，是不是你嘴里所说的警察？嗨，我们是祁董请来的造型团队。这就是你的特训必修课之2，改变造型。开始吧。是。
齐先生，造型已经做完了。我觉得很好，比赛当天就这么穿。说的好像你能看到一样。用心感受的。什么意思？送给你了，如果你高兴的话，也可以送给警察做礼物。昨天最后那招，勤加练习。哇，悠悠姐，你怎么突然换造型了？还不是拜祁东所赐。14的死，安国轩那边有什么反应？哦，也就是在星耀官网上发了一则讣告，再给14家属一笔抚恤金。这个世上哪有那么多巧合？这件事情不是意外。悠悠姐，你先坐。这件事情只有3种可能，名侦探小破是时候上线了。第一种自然是祁东干的，第二种应该是安国轩发现14回来的目的不纯，先下手为强，以绝后患。至于这第3种嘛，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了。既然尸体一直没有找到，或许第3种情况是14假死。但我觉得最大的可能还是祁东听到了你和14的对话，知道了你们要合作，他就弄死了14。悠悠姐，接下来可能就要对付你了。祁东不敢对我轻举妄动，毕竟我这个未婚妻一旦有问题，他更别想从安国轩手里拿到星耀了。如果他是装瞎，还知道了你的身份，不会是想把你一直留在身边，慢慢折磨你吧？不管他真瞎假瞎，我既然上了赌桌，就绝不会下去。东哥，副总，来了。副总，您对今年俱乐部比赛的预期是什么？您今年能洗脱浮世六郎的称号吗？您的俱乐部已经连续垫底几年了，为何今年还要应战？击剑不仅是论剑，也是论道，更是论心。看似是人与人之间的对决，其实呢是跟自己的挑战。我的队员看上去是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，其实他们面对的是自己的心魔。我呢会一直支持他们，陪伴他们，战胜自己。据说今年剑锋之道有人事调整，增加了新的队员，对此您怎么看呢？比赛嘛，其实靠的是平时的刻苦训练，还有日积月累的钻研。如果某些人想走捷径的话，都看你的。我劝他还是别白费心思，免得刀剑无眼。好，谢谢啊。谢谢您。好，谢谢副总，谢谢副总。副总，您千万别多想了，我和副总一样，只是非常单纯的喜欢击剑的感觉。喜欢哪一点？步步紧逼的感觉。就凭他。又来了。
了，行啊，东哥，短短1个月就把悠悠调教成击剑行家了。他本来基础就好，你且看着吧。有点意思。悠悠这局赢得漂亮。 就看这局了，这回终于是够强了。不过这接下来16进8，对手黄梦是去年的亚军，悠悠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。这场比赛才刚刚开始。 开始了，悠悠完全落于下风了。 东哥，果然跟真正高手比，悠悠还是不行。看来是时候使出他的杀手锏。这招的关键是旋转。 上步，刺！有机会，东哥。 最后还是输了，功亏一篑啊！不，赢了。请问是齐小姐吗？我是。恭喜啊！谢谢。福总让我给您带个话：剑锋之道的大门会一直为您敞开，永久免费。嗯。 高总，正如您所料，福总和安董有过节，2个人近些年从不出席同一场合，但具体原因不明。好一招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高总的意思是，正因为安国轩和福总是死对头，即便帮福总拿下了击剑冠军，也无济于事，所以祁东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击剑比赛是假。 投其所好才是真。那既然祁东已经投其所好，祁格格又为高总所用，高总只需要坐享其成就好了，干嘛这大早上的过来赌福总啊？对手不上台，祁格格的戏怎么演下去？哦，高总的意思是说，做给祁东看。
让你安排的人准备好了。哎，高总放心。哎，那不福总吗？副总，这么巧？小高总怎么在这儿啊？这不是向您这样的榜样前辈学习吗？有事求我吧？就是想陪您跑跑步而已。陪我啊？跟上我再说。谢了。卢米尼的长跑冠军，还跑不过一个年近半百的老头。学长，可真会隐藏实力。不隐藏实力，怎么凸显学妹的呢？那这么说，我还得好好谢谢你。你是得谢谢我，毕竟你陪福总晨跑击剑1个星期，一点成效都没有。我来帮你加加码。哎，哥哥。谢福总。小高总啊，体力不行啊，看人家格格，小姑娘跑10公里比我快10分钟。哪儿的话，我怎么能跟福总年轻的时候比呢？我可是听说您以前全马跑经过3小时。好汉不提当年勇，老了。福总小心！没事吧？哥哥，慢点，没事吧？哥哥慢点，来起来，慢一点，慢点。啊！怎么了？我胳膊好像脱臼了。我带你去医院啊！啊！你使不上力吧？哎，好了。好什么好？伤筋动骨100天，好好静养。等着啊，我再给你装副药。哦。这就是你的特训必修课之2，改变造型。贺伯，这个女孩是谁啊？哦，福总的女儿文文。女儿，启东这个狐狸。都说当爹的疼闺女，但是像福总这样疼女儿的，我还是头一次见。文文喜欢击剑呢，他就建了个俱乐部；文文想比赛，他就赞助。哎，说来也巧啊，文文第一次到我医馆来啊，也是像你一样。胳膊脱臼，那丫头可比你坚强多了。我怎么没听她提起过呀？3年前，文文自杀了。自杀？那她为什么会自杀呀？听说是因为失恋，一时想不开。唉，可惜了。那，这中药。早晚各1副，连服7天，外加红花油和艾草外敷。谢谢贺伯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这土特产啊，给副总拿上车。哦，好。拿好了。哎呀，还挺沉的。怎么这么沉啊？这老贺真是老糊涂了，让你一受伤的姑娘拎这么重东西。没关系。
东哥，跟上。活动自如了。活动自如了。老贺这手真没话说啊。副总，对不起啊，我承认，我之前是为了会展中心的项目才参加击剑大赛的。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你女儿的事，也不知道她喜欢击剑。我发誓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利用这点来接近你。身居高位，来者必定有所求，很正常，没必要道歉。初心是假，但行动是真，这点我得谢谢你。我是年纪越大呀，越是把自己自我麻痹了。幸亏这些天你也天天陪我击剑、跑步，我还真以为文文回来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有没有想过离开启东，来我这儿？好，3天后去宁远码头找我聊合作细节。啊？你呢，完成了我一个心愿，我肯定要回赠你。谢副总，不过为什么要去码头呢？文文走的那年，她生日，我答应她，要带她出海钓鱼。你呢，就当完成我最后一个未了的心愿吧。喏，谢副总，好好休息啊。副总早回吧。这段时间，你除了陪符号击剑、跑步、爬山之外，别的什么都没干。输了比赛，赢得符号的青睐，循序渐进铺垫关系，这不本就是你的计划吗？怎么有股中药味？你属狗的吧？我陪符号跑步，把胳膊弄伤了，他带我去了趟中医馆。哪只手受的伤啊？我来验一下。伸手。大夫说了，红花油，指腹不柔。你什么时候这么听话？遵循医嘱是常识。既然如此，以后你就不要自作聪明，擅作主张。毕竟背着我搞小动作的代价，你承受不起。好自为之。你觉得游游说实话了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吧，他嘴里他就没实话。
这女人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都不怕。别忘了，她私下还跟高珊珊联系着呢。你觉得她说没说实话重要吗？也对，反正东哥你都留了后手了。14找到了吗？我正在加派人手，他肯定没离开宁海。尽快找到他。这小子肯定有事还瞒着没说。还有，徐鹏搬上车的东西不对劲，盯紧那家中医馆。好。你之前说的接私活，就是在这当网管啊？悠悠姐，这家网吧可是宁海服务器配置最高、网速最快的。做网管只是个幌子。方便打游戏吧？没错。呸，才不是呢！网游我都已经戒了，号都送给那个小胖子了。这段时间我全心全意只为悠悠姐一个人服务。悠悠姐，你终于获得了副总的信任，下一步真打算背着祁东跟副总聊合作？我的选择一直是高珊珊，可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高珊珊并不值得信任。在这个世上，除了你和干妈，我谁都不信。那你真的做好万全的准备了吗？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我只能赌一把了。但我赌的不是高珊珊的人品，而是人性。我指望的也不是她的善心，而是野心。等我拿下会展中心项目，助她扳倒祁东，再去和她谈判。咋了？钓不上鱼，走不住了？副总说笑了，我是钓不到，您是不想钓。我看您这鱼饵都要被鱼给吃光了，也不见你起竿，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动物保护协会的，在这喂鱼呢。这鱼饵啊，多放点，这小鱼才能吃饱。这小鱼吃饱了，这吃小鱼的大鱼才能上钩啊。不钓了，先吃饭吧。好。谢副总。Cheers。吃吧。真不好意思啊，副总，我呢打小就不爱吃鱼，尤其是海鱼，我海鱼过敏。哇。其实文文也不喜欢吃鱼，甚至都不喜欢击剑。啊？因为我喜欢，所以呢，我从小就让他练，天赋异禀啊。哎，你还记得你对付黄梦的时候用的那一招？被击中的对手会感到一种令人恐惧的眩晕感，不知道你感觉到没有？趁你这个意识还在的时候，我把这个故事给你讲完整。文文其实是我在孤儿院领养，我非常喜欢她，她就是上天给我的天使，纯洁无瑕，我非常珍惜。从小到大，我都给她最好，她要什么我给什么，只有一个条件，她不许离开我。可是，她为了一个男人背叛我，要跟他私奔。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14，他还是安国轩的手下，他只是一个小混混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痛恨安国轩吗？那是因为他明明知道我女儿是因为那个小混混而自杀的，他还安排做他的管家，这是对我最大的藐视。
以为我不知道你和祁东的把戏？我明明没有吃鱼，我也没有喝酒，难道？对，你把酒吐了有什么用？你要放在这儿。卑鄙！祁东真的是很聪明啊，他选你做文文的替代品，非常的合适。但你知道为什么明明我知道这是一个坑，还往下跳吗？那是因为你可以弥补我最后的遗憾。这都是我的人，你跑不掉的。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悠悠，不难过，爸爸会魔法，可以让他完好如初。真的？嗯。妈妈，快看，爸爸帮我修好了，是不是和新的一样？看来爸爸的手艺还差点火候。你看这个裂缝还这么明显，就因为有这条裂缝，它才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八音盒，它是独属于我的。我记得这个八音盒是送给你作为陪葬的，没想到5年之后你没死，它也还在。这是你修好的吧？不过有些东西啊，破裂了就是破裂了，即便修好，也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。明明复明了还要装瞎，所以到底是谁在自欺欺人？
不装瞎，怎么能够欣赏到你精彩的表演呢？游游。明知道我的身份，还让我登堂入室；明知道我和高珊珊联手，还顺水推舟。我怎么觉得，在表演的人好像是你呢？那你觉得，我知道这一切之后，为什么要救你？很简单，如果我死在那儿，警方调查起来，你也脱不了干系。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继续。第二个，或许对你而言，我还有利用价值。我总有一种感觉，你的目标远远不是拿下星耀继承人这么简单。所以，我的能力让你觉得暴露给安国轩有些可惜，你舍不得让我死。你作为安国轩的私生子，本就对他心有怨言，你更没有想到，他竟然这么狠。你明明是为他挡毒而下，他却弃你如敝履，转而就扶持高珊珊了。我猜，你想要的不仅仅是星耀，还有让安国轩体会失去一切的绝望。猜的是不错，只可惜啊，你的破绽太多了。像安国轩那样的老狐狸，只需要轻轻嗅一下味道，就能摸清你的底细。小时候，我以为东西破碎了就可以修补，长大后，我才明白，即便修好了，裂缝也不会消失。所以，现在的我，有破绽，毁了便是，这样，破绽就永远都不存在了。你猜的没有错，你对我的确很有用，只不过你也只能为我所用。只要你能全心全意地做我的棋子，我保证，我能让你得偿所愿。